爱刷手机的我们，为什么越来越不爱看朋友圈了？经济逆境中，普通人的机会在哪里？这就是今天的话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最近这2年，处在经济逆境中的人越来越多。这点从我们的朋友圈就可以反映出来。如果之前一打开朋友圈，看到的都是全世界各地到处打卡秀恩爱，现在一打开朋友圈，出现了不少卖货的，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不想再看朋友圈了。如果说我们可以躲过朋友圈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躲不过35岁被裁员的这种文章。就这样，在我们的认知中，35岁和被裁员联系在了一起。如果别人问你多大，假如说你真的35岁以上，你似乎都不好意思说，好像说了就要马上被裁员一样。这或许是现在全球经济的最真实写照。大量的年轻人处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中，有时候好像一条黑暗的隧道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失望、无助、无可奈何。更让人可怕的是，虽然你周围都是人，但是你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孤独。停，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你需要跳出来，因为你的想法错了。等等，你先别换台，我今天不想给大家熬鸡汤，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喝了够多的不怎么滋补的鸡汤。我今天只是想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，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在经济逆境中，普通人的机会到底在哪里。老菜友都知道，最近半年经常跟大家讨论经济周期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好了吧你，经济周期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还别说，关系大了。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宏观的经济周期循环中，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而上下起伏。在繁荣期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做生意的、打工的、投资的都做得风风火火。一旦进入收缩期、萧条期，就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，打工越来越不好打，投资组合更是亏得一塌糊涂。你瞧，这就是经济周期。我们这一生中会经历多轮这样的经济周期，它们有长有短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。所以了解经济周期，你就知道收缩期、萧条期总会过去，迎接我们的复苏期、繁荣期一定会到来。因此，觉得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，其实是伪命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这种经济逆境中，我们普通人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呢？首先，我觉得要从认知上做文章。我的意思是，需要努力在这个时期提高我们自己的认知，因为很多事情归根到底是认知的问题。这就好像，如果你根本认识不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到位，你怎么会去改进它呢？而我们处在经济逆境时期，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改进，因为这种境遇就好像一个放大镜，放大了由于认知局限或者错误造成的后果。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，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。crisis 这个词我们这辈子会听到无数次，中文的翻译很到位。危机真的是顺应了哲学的观点，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，坏事里面有好事，好事里面有坏事，有危也有机。所以我们千万要摒弃一种思想，它很可怕，就是躺平，或者称之为习得性无助。我可以用刷到的一个段子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习得性无助，就是不吃不吃又吃了，吃着吃着又渴了，吃饱喝足后悔了，悔着悔着就困了，困着困着又睡了，一觉醒来又饿了，原来打算不吃了，闻到饭味投降了，反正不差这顿了，造吧。大家别笑，其实这正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犯的错误。那么要纠正它的第一步，首先是你要认识到它，认识到自己的看法其实是错了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很不容易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如果不是这2年的疫情封锁，我本来没有什么时间阅读、学习和思考。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与思考，我纠正了思想上常年积累下来的很多误区和盲点，尤其是在投资中。正是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错误和误区，才有了这个频道。为了坚持做内容，我又需要更多更深入的阅读，通过大量的实践与反思，也提高了我对市场的认知。结果通过做这个频道，不但结识了不同行业的朋友，了解到更多的行业半公开信息，还获得了感知市场冷暖的能力。比如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小工具，韭菜指数，它跟频道的观看量有关。视频的观看量大了，此时市场就比较狂热，大家的操作就要谨慎一些。视频观看量小了，市场行情一般比较冷清，大家的操作就可以大胆一些。所以也希望各位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赶紧关注，而且时不时得来看看播放量，对投资也是一种参考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通过深入的学习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以及货币银行学，彻底改变了我对投资的认知，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视角去观察思考经济的运行，而不只是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思考，更不能只关注某个局部的市场，而是要关注全球，这样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巨大优势。
也是通过心理学的学习，让我发现情绪在投资中有重要的地位。韭菜指数在投资中确实有点用，它仿佛是市场或者个股的体温计，如果过高，我们就应该保持警惕。以上的这些真的就是在危机中才酝酿出来的，如果没有危机，我也不会开设频道，更不会想到给大家分享这些。我相信不少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，所以机会一直都在，就看你有没有洞察力发现它。而想要发现机会，需要我们自我改变，而改变就需要从认知开始，而提升认知的第一步一定是拒绝躺平的诱惑。最后，我祝愿各位菜友保持积极的心态，保重身体，如果条件允许，甚至可以停下来，或者至少慢下来，无论是通过阅读，还是通过和长辈朋友们交流，从改变认知入手，千万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。